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斋藤孝先生所著的《孤独活着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如何根除所有人都应该克服的孤独感；第二，为什么无需依赖亲友才是解决孤独的最佳方法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如何根除所有人都应该克服的孤独感。近年来，孤独感这一问题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中，尤其是一些电视纪录片，通过详细刻画孤独困扰下人们的生活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然而，这些节目常为吸引观众而过度渲染孤独的负面影响，灌输孤独可怕的印象。这种倾向并不利于大众正确认识孤独感，甚至可能带来心理的负担。特别是经历前几年的新冠疫情以后，居家的时间增多，人际互动减少，许多人感受到了孤独与不安。然而，也有积极的声音指出，这段时间让人们能够减少人际关系的负担，重新审视自我，专注于成长与自我提升。例如，过去用于聚会的时间，如今可以转为独自学习或者探索兴趣，从而发现独处的价值。孤独往往被简单归结为一种负面的状态。然而，作者指出，孤独其实是实现自我成长的重要时间。例如，在准备考试或者追求职业目标时，需要专注于独立完成任务。这种专注的孤独是无法通过社交互动所替代的。许多历史伟人正是通过大量的独处时间达成了非凡的成就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孤独与孤独感是截然不同的概念。孤独是客观上的独处状态，而孤独感是一种主观情绪。例如，虽然有家人陪伴或同事环绕，却依然感到情感上的缺失。这种状态是孤独感，而非真正的孤独。孤独感并非异常，而是一种普通的情绪反应。比如，在未被邀请参加聚会时，或者发现群组消息无人回复时，都会感受到孤独感。但这种感受常源于误解，未必基于真实的情况。再比如，对方可能是为了避免打扰或照顾您的情绪而未通知您。通过理性分析孤独感的来源，可以大大减轻它的影响。孤独感虽然常被视为负面的情绪，但正如微风可能引发感冒一般，如果过度重视或忽略孤独感，也可能引发心理问题。长期沉浸于孤独感中，会导致自我评价下降，甚至诱发抑郁症。因此，及时调整心态，正视并接纳孤独感，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一步。作者称，能够独自行动的人更具独立性，不易受他人影响，从而过上更加自主、充实的生活。通过积极看待孤独感，转化为自我成长的动力，可以让我们摆脱对他人认可的过度依赖。孤独感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情绪，并不特殊。通过正视孤独感的普遍性，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，我们能够更轻松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绪起伏，让孤独感成为一种自我成长的契机。接下来，我将分享作者推荐的4种驱散孤独感的方法。方法1：沉浸在娱乐活动或订阅服务中，让孤独感逐渐消散。作者认为，现代社会的娱乐资源极为丰富，订阅服务的普及使人们可以随时享受各类影视作品、音乐和书籍。各类平台提供的内容足以填满一生的时间。作者甚至幽默地提到，自己订阅了多种服务，还利用录制设备储存想看的节目。这种方法让他几乎不会因为孤独感而感到空虚。如果感到孤独，大家不妨尝试一下这些方式。订阅自己感兴趣的服务。喜欢读书的，可以选择 Kindle Unlimited。漫画爱好者可以试试相关的无限阅读服务。利用免费的娱乐资源，例如 YouTube， 上面有丰富的内容可以探索。听音乐，相比于影视或书籍，音乐对精力的要求较低，只需播放即可享受。这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情绪调节方式，甚至可以通过反复听某些曲目，逐渐缓解孤独感。方法2：通过体验更大的孤独感来排遣较小的孤独感。通过接触
比自己更孤独、更痛苦的情境。人们往往能意识到自己的孤独并非无法承受。例如，观看描写巨大悲剧的作品，如希腊悲剧或深刻的电影、小说，通过与主人公的情感共鸣，减轻内心的负担。观察比自己更不幸的情境时，常常会感到释然。这种方法有助于重新看待自己的处境。方法3：走出舒适区，避免沉溺于宅家生活。在疫情期间，许多人习惯了宅家模式，但这种生活方式容易导致过度依赖电子设备，甚至带来心理问题。此外，运动不足也是一个问题。人类的身体天生就需要运动，而久坐不动会加重心理和生理的不适。作者建议大家尝试以下的生活方式：进行简单运动，例如散步，不仅能活动身体，还能舒缓情绪。养宠物也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力，比如每天遛狗可以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，接触大自然，在公园散步或者欣赏自然的景色，可以帮助放松身心，缓解孤独感。减少电子设备使用，尽量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，避免加重孤独感。方法4：用日记记录内心情感，释放情绪。写日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释放方式。通过写作，您可以梳理自己的情绪，释放负面的能量。例如，当您遭遇到不快时，将心中的烦恼写下来，不仅能让自己情绪更加稳定，还可能激发行动力。写只为自己看的日记，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真实的想法，不用担心被他人评判。日记就像一位无声的朋友，帮助您倾诉内心的秘密。它可以代替难以开口的对话，缓解孤独感，让您在倾诉中获得疗愈。孤独感虽然令人困扰，但通过以上的方法，您可以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。无论是享受娱乐、接触自然，还是用日记记录内心，重要的是积极尝试，并从中找到快乐和宁静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：为什么无需依赖亲友才是解决孤独的最佳方法？近年来，对于那些困扰于孤独感的年轻人，经常听到一种建议，就是要拥有可以向之诉说任何事情的朋友。确实，这种建议说的很有道理，但这样的建议有时候反而会使没有很多朋友的人感到更加困扰。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朋友时，会感到更加沮丧。比如，我没有这样的朋友，我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，没有人会真正关心我。这些想法会让人更加消沉。因此，作者给出了另一种建议：即使没有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关系，并指出教给他这个想法的是福泽谕吉先生。福泽谕吉先生曾经说过自己没有亲密的朋友，这表明即使是福泽谕吉这样的伟人也没有亲密的朋友。同时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许多感人的故事、电影和电视剧，展示了朋友之间相互承诺，甚至愿意为朋友牺牲生命的场景。虽然这些故事令人感动，但实际上并非每个人都能拥有如此深厚的友谊。事实上，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的友谊也是可以接受的，这是现实情况。作者建议不要过于追求亲密友谊，而是放松心态，以轻松的方式与人交往。因为过于亲密的友谊可能会缩短情感距离，导致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，比如对方未能按照期望行动，或者没有珍惜自己等问题。这些可能会导致矛盾和冲突。因此，与其追求亲密友谊，不如保持轻松，建立轻松的人际关系，这样的关系更少引发困扰。实际上，只要能进行简单的交谈，我们就不会感到孤独。然而，如果一整天都没有和任何人交流，那就是有问题的。作者指出，如果长时间避免交流，交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，自己也会逐渐散发出孤独的气息。因此，我们应该保持适当的交流，这样就不会感到孤独。作者提到了并不需要强迫自己去交朋友的观点，而是强调了一种与人相近的替代方式，那就是通过阅读书籍来解决孤独感。作者认为，书籍是孤独的最佳解决方案之一，因为书籍是一种从一个孤独者到另一个孤独者的礼物。
书籍是作者经历长时间努力创作的成果汇聚而成的产物。当然，编辑和设计师等许多人也参与了一本书的制作，但创作的时间却是作者独自完成的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书籍可以视为孤独者的成果物。当我们独自阅读书籍时，实际上就是独处的时刻。作者将这段孤独的时间用于创作有成果的作品，而读者则沉浸在这种成熟的氛围中，享受充实的独处时光。在这样的互动中，阅读者不会感到孤独，因为心中时刻有着作者的陪伴。斋藤先生提出了利用书架来缓解孤独感的建议。书架可以作为阻隔孤独感的屏障，因为书架上的书籍群体形成了阻隔孤独感的屏障。这正是通过阅读书籍带来的巨大好处之一。拿起书架上的书籍阅读，就像是与作者进行1对1的交流。书架上丰富的书籍就像一个个充满人群的社区，他们可以在您感到孤独时给予您支持。偶尔看看书架上的书籍，思考今天想和哪本书展开对话，或许可以帮助您摆脱孤独感。书架上的书籍会一直陪伴着您，不会离开您的身边。尽管朋友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排解孤独感，但友情关系有时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。实际上，作者在中学时期也经历过与最亲密的朋友逐渐疏远的情况。他的朋友与其他人成为了密友，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学习，而作者则被忽略了。许多人或许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即使没有发生争吵或关系破裂，但曾经一同玩耍的朋友开始和其他人交往，自己渐渐被孤立。这种情况下，朋友可能会在不经意间离开您的生活，但是书籍不会离开您，他们会一直陪伴在您身边。这正是书籍和朋友的区别所在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